花那3天的时间来这边做个游玩分享吧。这是每日登录好礼的部分，第9天有送一个10连抽啊。左上方这边显示出4天的原因是开服是7月23号，到现在开服4天了。不过我是隔天才开始玩所以我在今天才可以拿到预约奖励当你满3天了以后，就会再送1张白渊这只角色绝对的踢0角，输出非常强第一天开始在玩的时候会有新手池30抽，然后可以自选角色4位选1位。辉夜是最推荐拿的因为白渊的部分第3天就会送了嘛。但如果你是想要集中提升白渊的话，你是可以拿白渊是无所谓或者是你选择先拿辉月，然后就选右方2位妹子的其中1位也行游戏开服第2天才陆陆续续有角色的强度榜出来因为在封测期间的强度榜是完全不准的。总而言之T0级别目前就是白渊1只角色， T1 的威还有提米都是当前限定池的角色，而辉夜因为它是坦克的关系，所以它重要性是最高的。第4位的安伦它是治疗，重要性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一款游戏部分橘色的卡牌是5星角，那金色的部分它是4星角，所以列在 T1 角色的4星角是有2位的。在限定池部分70抽保底必出5星角，它是随机出货的，目前就是有这2位角色。威这只角色我抽了100抽才出货1张实际用下来还不错用，但确实是没有到达 T0级别的等级因为它输出连白渊的一半都没有。抽到了威以后，我接下来玩这个池抽了70抽保底，抽中了奶妈安伦之后我就没打算再抽了。既然4星角它能用的话，其实可以优先养，我还是想说搞不好未来出的限定池的角色才是有真正的 T0。所以在游玩的前3天你大概抽一抽了以后，你可以考虑先不用抽了，毕竟你的角色会越来越多嘛，能用的话就是先让它撑一段时间吧。当前限定池的角色看一下这个说明最后一点，它有提到限定池角色结束以后它会入到常驻池去了，所以你未来再拼其他的限定角还是有机会抽得到的。那我们稍微看一下战斗吧，最高可以派出8位角色上阵，坦克可以把它丢到最前排，然后输出角就排后面一点。那注意它这个格子还是要规划一下，不要让敌人钻空打到我方后排就像下方这一排好了，当前方没有敌人的时候，它会直接绕后排打。然后左下方这里可以设置队长技，还有总攻击的手动设置，这边你都可以安排上去你不设置也无所谓它就会随机进行安排右上方这边是属性相克，那我们直接点击开始战斗吧。战斗部分最高可以开到2倍速那目前我先开个1倍速吧。右下角有发动总攻击满了以后它就开始会依序的释放技能，你开了自动以后，它就按照你的手动匹配去进行释放战斗大概是这个样子而已算是挺简单的。我们看一下数据部分，从这边你就能看得到白渊的输出就是那么高如果敌人是 BOSS 的情况下，给各位看一下吧。要注意一点就是白渊的输出虽然很高，但是它皮很薄，所以它不能放在最前排它前排一定要靠坦克去进行扛伤才行不然它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队长技它这个画面其实是可以关掉的，你可以点暂停这里进行设置，看要不要跳伤害数字或者是总共的动画把它关掉，那它呈现出来的情况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开始会狂跳数字出来了。我们看一下输出，从这边你就能看到限定池的角色总输出量连白渊的一半都没有，所以确实它只能当 T1 级别的角色而已，完全无法称得上是 T0 角。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另外一只限定角就没打算再抽了。角色的成长部分，卡牌的右下方这里你可以看得到有一些角色是全部点亮的，有一些角色是缺1角，甚至是有缺2角的其实这个指的就是突破啦，没有突破的角色它都是暗的。突破2次了以后原本没有突破是长这个样子，突破了以后就解锁了新服装不得不说立绘是相当精美的。很可惜的一点就是香度明显是不太够的。威的部分这个造型是要到商城去买的。基本提升部分就是进行升级，升满了以后就是进行突破，突破了以后就会提高等级上限。相关的突破材料你可以去打副本，或者是到商店去进行兑换。觉醒部分就是拿到同名卡。技能提升部分素材也是打副本就能取得了。然后还有徽章，在徽章部分我都是先用推荐的，这边也是打副本就能取得徽章了。套装效果有分为2件套还有3件套的，其实取得还算是相当容易这游戏的类型就是耗底成长而徽章部分也可以去进行强化，剩下就是角色的情报语音之类的而已。游戏部分我有刻一个月卡，人民币30块而已，还算很便宜而这个凭证就是通行证的意思啦。整个游玩体验还算是不错，目前刻下来还不到200块，加上游戏的立绘相当精美，我觉得比那些放置养成或者是开宝箱的游戏更省钱，而且更值得每日可以
领取4次的体力哦，其他的就是日常任务啊，或者是可以取得各式各样的奖励而已。玩法部分来做个快速介绍吧。一开始你在玩的时候，其实被他那个新手教学导引到后面，你会觉得很乱，反而会觉得很复杂。其实说穿了，这一款游戏啊，它就是分为2大部分，第一个就是深渊探索，第二个就是打主线加副本而已啊。深渊探索我们先进来看一下吧，每一天都可以取得宝箱，然后这里也连接了徽章的副本，还有魔物猎场，一些支线剧情啊，也是透过这边进行触发的。然后还有每一位角色的故事，一天可以进行5次的议事啊，整个地图就是这个样子啊。打怪部分啊，在这里可以进行快速挑战，还可以在这里捡到音乐啊，这个都会收录在音乐图鉴里，还有魔物线索也会收录在魔物图鉴里。而主线任务部分，在这个地方它是绑等级的啊，第一天还蛮干的，你必须花5个小时左右打足进度，因为它有其他项目你要玩，战斗估计要上百场哦。第一天是比较干啊，从第2天开始以后就变得极度养肝了，尤其像现在我玩了第3天了啊，你的体力都只能拿来扫荡材料，然后提升角色，接下来基本上没事做了。这个就是副本，有5种。无底猎器这个地方它就是爬塔的意思哦，主要还是看战力啊，你推得越远，你拿的奖励就越多。荣耀之地这个地方它就是竞技场概念而已哦，在防守方的阵容啊，你还可以设置建筑去抵挡敌方哦。最后就是幻象禁地，在这个地方就打 BOSS 啦，打积分看排名而已哦。而深渊探索这里啊，有一个非常耗时间的，就是在地图这个中间。寻幽探秘这个地方可以选择难度，难度越高，你的评分加成就会越多。它会按照评分啊，然后给你奖励品，获取到的战备点数啊，就可以来提升天赋加成。它一样就是正义效果3选1哦，然后可以拿到货券，就是那里买装备用的啦。初期你只能派4位角色上阵，随着你的推关进度啊，你就可以获取到更多角色，从头打到尾，算1个阶段，总共要打5个阶段哦。接下来就看你取得的宝物啊，还有敌人的难度，再来就是你取得荣誉点，这些全部有算到积分去的，加总了以后就可以取得到总积分了。大致上玩法是这样，这个玩一轮要半个小时以上，所以我就简短的提一下就好了。整体的玩法就是这些啦。我觉得缺点嘛，就是角色是无法进行重置的，你升了就升了，所以在限定值部分啊，你再怎么不想抽，我还是建议你至少抽个2轮保底嘛，先看一下你能出多少5星角。5星角其实啊，就算是空卡也是非常强的。那么本支影片就到这里吧，大家拜拜。善悪はない。善意を持っていればそれは救いや希望となる。私に任せて。冷静に。私の意志は決して揺るぎません。不滅。信念は永久に残る。を楽しませて。任せてください。はい、ちゃんと見ててください。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私の意志は決して揺るぎません。不滅。信念は永久に始まりよ。ちゃんと見ててください。それ。怪我人はいないの？じゃあ戦場の後処理は頼んだわ。